被压榨到死亡了。你说你发自内心感谢八田鱼跟日本50%缴地租，20%缴水费，还要缴交二别征收金，完全在造谣。是你他妈的台独分子跟日本的新田，照他这种拜法，他多的要去拜。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农业的用地，其实它也流经我们的心田，因为受惠的民众饮水思源，发自内心感谢八田鱼技师，感谢日本，因为有这份感情的链接。26年5月18日，学人今以清香所告之，地际有现作8.51公7情，以色先作呵护宏远，跨海而来，因水润泽，嘉南平原，大力群力，化宏源为良田，水道开凿，艰险难测，精诚所至，血汗交织，丰盛就此灌溉系统，利民天降。今日后辈子孙，昔日有水库之畔，见碧波万顷，听顺流不息，皇帝当年一签一息，该是先人对此方土地之大爱，顺流必在，因得公布，饮水思源，代代相传。愿大顺中流，涵养嘉南大地，岁岁丰登，愿祖灵在天，见证大日有以因果。好，我为什么让大家看？没有看你他妈，你真的没有感觉，真的很佩服啊！这个影片你真的看下去，会有很多人会吐血。对殖民者歌功颂德啊，颂德到这种程度啊，你真的不得不服，怎么可以这么厉害？而且最好笑，有人说黄明化太成功，我告诉你，赖清德他的老爸。他的祖父那一辈在日本时代挖矿，根本就上不上黄明啊，跟黄明一点关系都没有。真正的黄明是李登辉啊，有黄明证啊。或者在日本时代吃香喝辣帮日本人修飞机的是蔡英文啊，或者拿到特许证开银行的是苏贞昌啊。结果你看，真的超级扯淡啊！结果用台语在遐讲，用闽南语在遐讲，你要拜日本人，你为什么买用日语呢？用闽南语较搞呢？跟用汉音汉读。太恶心了！我告诉你，他还用汉音去读，汉音就是奈何他们这些用文学去抗日的人，他们在坚持的，那简直不可思议，怎么可以到这种程度？这个八点语追思会已经发展到让我傻眼了。我那天看到的时候，我眼珠就掉下来了。我想说，哇操，真的这样玩啊？真的是皈依者狂热，他根本跟黄明八竿子打不着关系。还有人说赖清德是日本人，事实证明馆长帮他探过亲了，他不是日本人嘛？我告诉你，真正的高级台湾人是什么？李登辉、蔡英文、苏贞昌这些，他们的祖辈才是在日本时期吃香喝辣。赖清德的爸爸，赖清德的父祖伯叔啊，在日本时代是苦哈哈，挖矿挖的要死要活啊！这简直就你真的是脑袋错乱会抽筋的你。上香。
献花、献果、向八田济师铜像行3鞠躬礼，1鞠躬，再鞠躬，3鞠躬。请赖总统向前至八田济师铜像前献上鲜花。ソフト自ら同窓に献花をなされます。如果这么爱拜八田仪啊，曹公圳为什么不拜？刘公圳为什么不拜？彰化八宝圳狮子榜为什么不拜？不可思议！照他这种拜法，他多的要去拜的。但是他完全不管这些，他其实讲白，他那内心那个扭曲跟别扭到极点，我很难。民进党推广叫日治啊，日本统治时期啊，所谓的假装中立化，实质上是去它的性质，事实上是去殖化，而这种去殖化是替殖民洗白，殖民是种罪行，因为殖民不把人当人看。台湾的 Hinoki 那些红块被搬到了日本的各的神社，最有名的日本啊，在东京的最大的神社，它的鸟居就是用台湾的红块，上面还写着台湾块木，压榨台湾老百姓。八田乙一哪里攻击？八田乙一盖的嘉南大圳啊！我告诉大家，当时只是更加压榨台湾的老百姓。最傻的去选举运动跟日本对干，第二傻的种甘蔗给株式会社城啊！怎么种甘蔗？要大量的水，因为甘蔗非常耗水，米糖相争，稻米跟甘蔗都很耗水，所以盖嘉南大圳来分配水源，榨干台湾的地利。日治、日殖、日据，中国的观点是日据，为什么？因为日本强占台湾，用不平等条约强占台湾，所以叫日据，占据的意思。民进党喜欢用日治，因为他要帮殖民者脱罪。什么是日殖？日本殖民，这是一个铁铮铮的事实，你民进党躲都躲不掉。我在大二的时候问我们台独的老师说，为什么不用日殖，用日治？是回答不出来，当场卡住，印象非常非常深刻，我自己悟出来的。为什么不用日殖？你说日据不够中立，那日殖最中立，为什么不用？所以我跟你讲啊，直娘贼啊，这些台独都是直娘贼，他们回答不了的方式就用出征，用青鸟给你绕过去，可恶到了极点。日殖这个用法会怼着青鸟满街跑，因为青鸟回避不了。为什么是日本殖民时期？全世界遇到殖民地时期，无外乎2种用法 ：the period of colony 殖民地时期，或者是 colonial period 殖民的时期，就这样。应该感谢孙玉璇，原本的继承人中华民国总统，为台湾打下了坚实基础。他就是科学园区经济起飞的行政院长。小蒋后来去当总统嘛，然后他是小蒋的其中一任行政院长，而且任期很久。当时本来要培养成接班人，只是身体不好，中风了，很可惜，非常非常可惜，非常厉害的一个官员，有为有所。孙运璇在我们那一辈里面哦，是非常很伟大的存在。他在国民政府台湾刚刚回到了中华民国的时候，那时候台电被美国人炸坏，孙运璇是工程师，他率领一堆学生，就是职科的学生去把它修起来。他在台电干的。1946年他就来到台湾来修电力公司了，因为被盟军轰炸发电量之后，1943年的1/4就被炸坏了3/4。你看孙运璇当时带领的一堆台湾的工专的学生，因为当时找不到人手，其实就是高职生啊，给调上场，然后一边教他们怎么修。孙运璇是这样实干起来的，实干起家的，工作非常非常努力。很可惜晚年中风啊，太可惜了。你看他92岁过世的时候，但他中风之后，他就身体就没那么好。他是哈尔滨中二工业大学毕业，山东胶东蓬莱县人，然后最后也葬在台湾了，葬在七堵。有死人，讲真的，一个赖清德在拜八田仪，怎么不去拜孙运璇？一辈子为国民党奉献那么多，怀抱着感恩的心情，再度回到台南，与八田技师追思活动，要代表国家衷心感谢八田技师新建乌山头水库及嘉南大圳，为台湾留下珍贵的遗产。
我就问一个问题，嘉南大圳跟乌山头水库是很难的技术吗？它只是耗时耗力而已吧，没有太大的困难技术。真要讲台湾工程比较难的其实是雪山隧道这种，嘉南大圳哪里很困难？它只不过是占了时代发展的一个便利性，因为日本人比较早现代化，所以他们学习到现代化的技术，在台湾开垦水圳。今天没有8田雨衣啊，明天也会有7田雨衣啊，6田雨衣啊，到了民国政府来的时候，一样会有人去把它开建出来啊，因为它就天然条件在那边呢。吹这种东西，难道8田雨衣是自费来盖？盖完之后让老百姓享受？不是啊，他盖完之后，台湾在云嘉南的老百姓被剥削的更惨啊！什么叫珍贵的遗产？留下台湾人被剥削的更惨，农田地力很快就衰退，更加依赖化肥，更被日本人吃死死。种甘蔗的都只能吃番薯签，他连米都吃不起；种米的也吃不起米。一个日本的技师，他当然把他工作完成，那是他的工作责任。我们对他的工作精神理解。但对他背后所代表的殖民精神，有需要如此别扭扭曲的透过8田雨衣来强调日本殖民的好吗？中横那些老农民啊，死上百个啊，你赖清德去祭拜过一天没有啊？我不对8田雨衣个人进行批评但是8田雨衣绝对不是台湾人，为什么？有找到任何证据说8田雨衣说自己是台湾人吗？还有再跟你讲一个，日本是不准日本人入籍台湾的，日本户籍一直都在金泽他只能在日本迁户籍，他不能在台湾迁入户籍，因为台湾是殖民地，台湾人也不准拥有日本的户籍啊。8田怎么会是台湾人呢？日本人从来没把台湾人当人看，学校都是2套的，台北帝国大学台大的前身，能读的台湾人少之又少，皇民化的李登辉进得去啊。日本人在台湾建设没有多少了，日本人真正用心建设的是东北的满洲国啊。为什么？因为满洲国日本人是真的把它当自己的地在盖，台湾就是殖民地，就是被剥削盘剥的地方，日本人就是按照英法的殖民方式在剥削台湾人。嘉南大圳曾经被称为嘎郎大圳，因为当时农民都要自给自足，水租只能缴现金，农民被逼向市场，很多农民缴不起水租破产，土地被银行没收，然后转而卖给制糖会社，接着制糖会社压榨农民的历史，农民变成佃农。战后制糖会社整并成台糖，台糖的土地为什么这么多？当年靠着嘉南大圳搞死一票农民啊！为什么当时会有这种农民的起义事件？可恶至极啊！筹建八宝圳的施世榜、刘公圳、曹公圳的建设者们没看过这些人祭拜啊！这些先人功绩不会亚于殖民者的间接贡献。本学者室内袁忠雄这个学者了不起的，经济史学家涂兆彦，总产量与农业产值大幅增加，但基层农民尤其是佃农，因为很多人沦为佃农，事实上还破产变成佃农，实际净收入增加极其有限，甚至负担加重而陷入困境。1930年完工之后，彻底改变嘉南庭园看天田的困境，为什么？因为缺水，然后呢不缺水了，灌溉公顷从5000公顷变成15万公顷，增加了30倍。台湾总督府登统计，嘉南大圳区内的水道在完工后10年增长了约2至3倍，嘉南平原的平均地价在完工后数年内涨了3到4倍，但是总产值的增加，农民净收入受到3个严重的剥削：3年轮作制、枷锁制度，配合日本殖民政府的糖业政策，嘉南大圳强制实施3年轮作。第1年水稻利润最高，第2年甘蔗必须卖给制糖会社，收购价由会社单方面决定，第3年杂作是绿肥，农民无法根据市场价格自由选种高经济价值作物，受到制糖会社的低价收购，被史学界称为糖价压榨，沉重的水分跟建设分担建设经费高达5414万日元，政府补助不到一半，其余由农民负担剥削农民还要农民负担除了缴纳每公顷高额的水费外，还要负担特别征收金、建设分担费。当时嘉南地区农民水费负担占其农业总支出15%到20%，许多农民付水费不得不向高利贷借款。当时台湾农业结构以佃农为主，由于灌溉改善，土地生产力提升，地主随之调高
高地猪，在整个日据时代，嘉南地区的地猪普遍占收成的50%或更高，也就是说50%缴地猪，20%缴水费，另外还要缴交特别征收金，就是建设分担费，也就是一个农民社拿到手上的连30%都不到。农民净所得停滞或减少，扣除水费、地猪肥料高的地利之后，小农净利趋近于零啊。属于赤贫边缘呐，总产值超过100%啊，全部被殖民政府给收割了啊！难怪日本人看不起台湾人。嘉南大圳完成之后，劳动强度增加，产出增加，但可支配所得未同步增加，给一公建钢甲后尾下崩，真实反映农民在嘉南大圳3年轮作制度之下，沦为殖民经济体系中的农业劳动力，从头说谎到尾啊！一个总统比一个 AI 还废，难怪你的团结思想讲不下去，还说谎，什么农民改善增加，孩子越有机会接受教育，是有资料来源的哦。贺建新子 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in Taiwan， 日本殖民教育在台湾，日本的殖民地教育在台湾，1895到1945。吴文新日据时代台湾社会领袖领导阶层之研究，台湾总督府自己的统计计划书，1930年度。林茂生日本帝国主义下的台湾之教育。嘉南大圳完工前后，台湾整体现在教育系统已经开始建立，但是基层农民，尤其佃农子弟的受教情况非常严峻，就学率偏低，且存在极大的城乡与性别落差。台湾经济困境直接剥夺下一代的受教权。以下透过具体数据、历史文献分析当时农村孩子的实际教育状况。一、就学率与阶级落差。当时台湾学童就读专供台湾人的公学校，日本人则是就读资源教家小学。日本人实施什么分校？殖民地标准样态，这是妥妥的人种歧视。根据台湾总督府统计书，1930年台湾平均就学率，台籍儿童就学率低 30.1%， 农村区更低，虽平均3年，主要被台北、台南都会区的商人、地主、公务员子弟拉高。嘉南纯农业区佃农子弟就学率通常不到 20%， 直到1943年实施国民义务教育之前，多数农民孩子是无法接受初等教育的。阻碍农民子弟受教2大因素：沉重的学费负担与童工的需求。农民不让孩子上学最主要原因是读不起，缺人手。学费门槛，当时公学校并非免费学校，学生必须缴交授业料学费，另外还有制服。对被水费高的地主与会社低价收购榨干利润的嘉南地区佃农来说，这是一笔难以负担的开销。农业劳动力需求在3年轮作制高强度劳动环境之下，农民极度仰赖家庭劳动力，孩童从7、8岁开始就必须除草、放牛、捡拾农作业、农作遗漏、照顾弟妹，孩子去上学等同支出增加并减少一个劳动力。我跟你讲，这是真的，因为我阿公说过，我阿嬷也说过，他们都是日本殖民时期就出生的人。我跟你讲，嘉南大圳只是让土地兼并更加严重，而且被会社给干光。嘉南大圳的建设虽然带来的充沛的灌溉水源、翻倍的农产量，但财富并会转换成基层农民子弟的教育资本。日本殖民时期剥削体制之下，农民陷入高产量、高地租、高负担、贫困，无法投入教育，世代世袭的农奴恶性环境循环。当时农业子弟的受教权实际上被牺牲在殖民经济的糖业帝国大地主的体制之下。我跟你讲，越读书越注定当农奴，非常可恶。这就是赖赏想象中的日本殖民时期。他说嘉南大圳水路1410公里，并继小水路之后有8810公里，可绕行台湾9圈多。嘉南大圳的水路后来大量都是由国民政府去再增建的。嘉南大圳其实很缺水，因为乌山头水库的库容太小，只有7000多万公吨。为什么要增建曾文水库？为什么要增建曾文水库？因为水量严重不足啊，是这样来的。张口就胡扯。进步也让台湾有能力发展工业科技产业啊。乌山首都水路也供应新思科学园区及半导体公司的产业使用，让台湾持续发展。又在鬼扯。嘉南大圳的新建让台湾有什么工业可循吗？农业的进步真正产生余粮，让台湾真的有余力来发展科技，是2蒋时代。资料引用非常清楚。水库发生无形的力量，对台日情感紧密串联，是你自己要情感紧密串联吧？哪里流进2国人民的心田啊？是流进你他妈
妈的台独分子跟日本分子的心田吧？最后要连结不是连结这个吧？感谢日本啊，感谢八田羽一祭司及日本啊！我的天啊，民众被压榨到死亡了，被压榨到变成农奴了。你说你发自内心感谢八田羽一跟日本，怎么可以恶心到这种程度？我他妈真晕了，完全在造谣。这是日本人的污点啊！你赖清德这样搞，其实你是让日本人在未来更被历史所唾弃，因为日本人从头到尾没有面对他们殖民的罪行。担任台南市长之间，曾把八田羽一纪念园区跟道路命名为八田路，象征台日之间深厚的心灵链结。台湾面对各种国际威胁时，也包括安间纪三前首相经历地震要改革给台湾支持，安倍晋三前首相不仅特别购买并品尝台湾凤梨，还拍影片鼓励日本民众多多支持台湾农产品。如今日本也成为台湾水果最大出口市场。废话，你自己把大陆市场给堵死。感谢日本高市早苗首相对台湾的关系，并提到日前高市首相与美国总统川普会面时，双方重申强调台海和平稳定性的重要性。马上要见面了，川习要见面了，我们就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吧。